中国经济崩盘彻底藏不住了。就在美中关税战炮火连天的时候，三朝国师大言不惭地说，要引导群众正面辩证看待经济形势。这话听着很耳熟吧？这几年高层没少喊什么畅想经济光明论，一边把揭露真相的经济学家封杀得干干净净，一边还在那粉饰太平。可惜啊，现实这记耳光扇得太狠，经济衰退的遮羞布早就被撕得粉碎，连辩证法都救不了场了。3月4日，两会拉开帷幕，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里振振有词，要求政协委员们配合政府搞好宣传，把老百姓的眼睛蒙起来，硬逼着大家相信经济一片大好。可就在同一天，美国总统川普的最新一轮关税重锤砸了下来，对中国所有商品再加征10%的关税正式生效。这还不算完，这边咬牙切齿的反制，结果呢？外界一致认为，这简直是自掘坟墓，中国经济这艘破船怕是要彻底沉底了。关税战再这么升级下去，美中贸易要跌到冰点，供应链大重组，中国经济会被打得爬不起来。这话可不是吓唬人。自从2023年初疫情风控解开后，中国经济就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直往下坠，刺激政策一个接一个失败，失业率跟做了火箭似的往上窜，消费降级成了常态，老百姓连下个月的饭钱都捏不准。网上那些视频看过了吧？市场冷冷清清，街头店铺关门大吉，百姓的日子苦得连哭都喊不出声。可笑的是，还在那使劲儿喊经济光明论。2023年以来，没少在各种场合强调要唱好主旋律。今年初还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要求强化舆论管控，特别点名要搞好经济宣传和预期引导。再往前翻，2024年1月19日也跳出来让政协委员们当好传声筒，硬要把那5%的 GDP 增长目标吹上天。可现在呢？美国关税一轮接一轮，中国企业扛不住了，纷纷往东南亚跑，外资更是撒丫子撤离。这光明论听着跟笑话似的。说到外资撤离，那数据可真是触目惊心。中国商务部2月19日公布，今年1月，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75.9亿元人民币，同比暴跌13.4%，比2022年1月的1022亿元、2023年1月的1276亿元都惨不多，这可是近4年来最烂的开局。再看看彭博社援引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，2024年全年，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高达12277亿元，这数字直接创下历史新高。外资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留给中国经济的只有满地鸡毛，更别提企业大逃亡了。关税战升级后，中国企业眼看着在美国市场混不下去了，拼了命往越南、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转移。根据日经亚洲去年的报道，仅2024年上半年就有超过3000家中国中小企业把生产线挪到了东南亚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市场那$800以下小包裹免税政策没了，再加上新关税一压，成本直接翻倍，利润薄得跟纸似的，谁还敢留下来硬扛？说到这儿，咱们再看看官方那点可怜的数据。3月5日在两会上公布政府工作报告，信誓旦旦地说2025年 GDP 增速目标定在5%左右。去年也吹过这牛皮，说2024年 GDP 增长5%，结果呢？外界谁信啊？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去年12月12日在一个论坛上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，官方数字是5%，但我估计过去2-3年实际 GDP 增长平均也就2%左右。这话一出，高善文立马被禁言。华尔街日报1月8日还爆料，气得直接下令调查他。
原因：一是他敢质疑官方数据的真实性，二是他直言5%的目标就是个天方夜谭。高善文还算好的，至少还能喘口气。过去2年，中国那些敢说真话的经济学者可没这么幸运。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前院长刘继鹏、投资大 V 但斌、财经博主洪荣、格隆会创始人陈守宏、评论家水皮、经济学者马光远、财经作家吴晓波、原中金财富证券投资顾问徐小雨，这些名字你熟不熟？全都被封杀的一点声都没了。为什么？就因为他们不配合唱光明论，戳穿了经济衰退的真相。中国这宣传机器开足马力，可惜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，谁还信你那套鬼话？再来说说失业这颗炸弹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虽然这数字水分大的能养鱼，2024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飙到了 5.8%， 青年失业率更是突破了 20%。 但这只是官方敢放出来的数字，真实情况有多惨？经济学人去年底估算，中国实际失业率可能已经逼近 10%， 涉及超过5000万劳动力。这还不算那些被裁员后回了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口。更扎心的是消费降级。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，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同比下降了 7.3%，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跌到了 1.2%， 创下20年来最低纪录。超市里10块钱一斤的猪肉都没人敢买了，地摊上1块钱一斤的大白菜倒是卖得火热。网友吐槽，以前是吃不起牛肉，现在连白菜都快吃不下了，这日子还怎么辩证看待？再看看企业这边，简直是哀鸿遍野。关税战一打，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价格被迫上涨 15% 至 30%， 利润直接被关税吃得一干二净。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同比暴跌 18%， 损失超过8000亿元。那些靠出口的小微企业撑不住了。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去年底调查显示，全国有超过 35% 的中小企业面临破产风险，直接影响就业人口超过2000万。这还没算上物流、仓储这些下游产业的连锁反应，算下来5000万失业人口可能都只是保守估计。他们不是没想过救命稻草。去年他们喊着要稳外资、促消费，结果呢？外资跑得更快，消费更是雪上加霜。商务部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仅为 2.1%， 比2023年的 5.6% 腰斩了一半。那些什么发消费券、降利率的招数，扔进经济这个无底洞里，连个水花都溅不起来。更讽刺的是，还在呐喊辩证看待，可老百姓早就不吃这套了。网上有个段子说得好，辩证看待就是白天看不见失业，晚上看不见钱包。这话糙理不糙，中国经济这艘船眼看着就要撞上冰山，上面的人还在那吹口哨，说什么形势一片大好。可数据摆在这儿，外资撤了，企业跑了，失业潮来了，消费没了，这还能辩证出个啥？再往深了说，这场危机可不只是关税战的问题。中国经济这些年靠什么撑着？房地产、基建、出口这3驾马车早就跑不动了。房地产泡沫破了。根据中原地产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暴跌 25%， 空置房率高达 22%。基建呢？地方政府债台高筑，国家审计署去年底披露，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已突破70万亿元，压得喘不过气。出口又被美国关税一刀砍断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更别提国际环境了。美国这边摆明了要收拾你，供应链重组的速度快得吓人。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
2024年全球供应链中，中国占比从2020年的 38% 跌到了 29%， 而越南、印度这些国家蹭蹭往上涨。这不就是在抢中国的饭碗吗？可他们还在呐喊高质量发展，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？说到底，中国经济这波寒冬来得太猛，遮都遮不住。5000万人可能丢饭碗，企业倒闭潮一波接一波，外资跑得连影子都不剩，还在那辩证看待，可这回谁还信啊？就问一句，这光明论还能唱多久？怕是连唱下去的力气都没了吧。